是布莱达。那在我们看完前面制作的影片之后，在解说制作之前，我们先来大概了解一下百式这台机体。百式的话，它原本是要开发作为可变形机体的先驱，那但是当时的技术还不是那么的成熟，所以后来取消了可变机体的设计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设计上，它的细节有很多骨架比较外露。这些都是当时原本要设计成可变形机体，然后后来取消这个设计之后留下来的一些外形的一些特色。百式它最大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金色的外甲，那这并不是单纯只是为了炫炮，它是因为百式的装甲比较薄弱的地方，所以它金色的这个装甲它是一个耐光束涂膜，来作为一些防御性的增强。虽然它的装甲比较薄，但是配上它的高机动性，那再配上这个驾驶员是科瓦托罗，所以他在剧中的表现其实也是非常的优秀。尤其是在格里夫斯战役的后期，百式一个人跟吉欧还有丘贝雷这些新世代的 MS 做周旋，可以看到科瓦托罗的驾驶技术，配上百式的性能，其实还是非常难打的。那我们大概了解这百式是一台怎么样的机体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Artifact 制作的一些过程。它定位是10碗，所以它的比例比较小。那而且它的材质并跟我们一般的钢弹模型有点不一样，它整只都是 ABS 的材质，所以在制作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。ABS 是会比较软吗 ？ABS 会比较有韧性。对，但是然后其实打磨刻线这一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差别，但是就是我们在粘合一些零件，在做无缝的时候，就必须要用瞬间胶，比较不能用大家一般习惯的那个胶水。那在打磨注料口的时候，因为整体的零件比较小，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蚀刻片的这个打磨板，比较大的面积的就可以用大概宽5mm的打磨板来做打磨。那其他小地方再挑适合的宽度，可以做比较细致的打磨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个部位，它可能比较需要特别处理的地方。那我们从头部开始看起，原本的天线因为开模的部分其实以这个比例来说，相对的非常粗。它的天线有2段，基座的这一部分换成0.5mm的胶棒，上面比较细的这个地方的话是0.3mm的铜棒，来让它的这个天线变得比较细，整体看起来会比较细致一点。那基座的部分也把它打磨小一点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手部的话，它的肩膀是需要做无缝的。那无缝的话，它的这个表面我们就磨平，但是比较靠身体中间这边保留它原本的接缝，那稍微刻线加深一些，然后再做个分色，让它看起来比较有个结构感。那肩膀旁边的喷射口，它原本的开模是有细节的，但是因为分模线在中间，要做完无缝再把这个部分处理得很漂亮，会比较困难一点。所以这一块喷射口的地方就直接把它挖掉，然后找差不多大小形状的蚀刻片来把它粘回去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，就是它手肘关节，它是有一点往外凹的。这个部分跟现在永远户设计新的 GTN 的双摇摆关节其实蛮像的。这个设计其实我个人蛮喜欢的。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到脚部的话，脚部它百式本来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小腿这边的这个油压管。那这个 Artifact 设计的话，它在大腿的这个地方，大腿跟膝盖连接的这个地方，它也加了一组油压杆。那这个油压杆的话，它在开模的地方就是会有一点错模。那错模的话，它因为是圆柱形的，那你如果把它错模完全把它磨回来的话，它中间刻线的地方会是歪的，然后整个的外形会变短一点。所以这边也是直接切掉重做，会看起来造型会比较完整一些。重做的话就是用胶棒跟铜管，因为它都是圆柱形的。那量数差不多的尺寸之后，再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小腿的侧边的这个喷射口，原本百式的小腿侧边的这个喷射口里面造型是有一些细节的。那 Artifact 的话，它因为比较小，做成平的。那我们这边就是用雕刻刀把这个细节想办法把它刻出来。那这一款的话，它的脚底就都是空的，什么细节都没有。虽然站着就看不到，但是还是在它的脚底用胶板给它补做了一些细节上去，这样子。那它的背包的话，它的这个翅膀，它在中间这块圆形的这个部分上面有4个小型的喷射口。那可能因为这个造型比较小，开模的关系，它这4个圆形都是蛮糊的。这个地方是把它挖掉，用差不多形状的空心的铜管把它塞进去，就可以让它这个圆形再加上中间有一个孔洞的造型，就会立体感就会比较好。基本的制作的话，大概是有一些细节的补强跟处理这样子。
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上色的部分。我好奇，光前面这些制作你大概做了多久？就大概1个星期吧。虽然看起来很多，可是因为零件小，但是你如果做的差不多那个尺寸的话，其实就几个小零件处理起来，其实也不会很花时间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上色的部分。那这一次百式的这个金色啊，我们用的是摩多的一个测试器，个人觉得效果是蛮不错的。在这个小比例，这个金色几乎看不到颗粒，颜色是蛮漂亮的。因为摩多的这个测试的金色，它是比较偏橘黄的这种金色。那我在某一些零件有挑了一些部位出来做比较偏青金的这个调色，让它颜色层次看起来比较丰富一些。然后另外一个蓝色的话，因为百式的蓝色本来是比较偏深的，主要的颜色我是先打这个泰坦蓝。那但是因为这个比例比较小的话，你颜色用的比较深，看起来会比较暗沉一些。所以这个蓝色的部分有在用钴蓝色，在零件比较上方会比较受光的部分，那用钴蓝色做一些高光。零件比较偏下方的部分，像比较不会受光的地方就不需要去打那个高光，然后拿来增加它的立体感。那红色的部分的话，用的就是单一个正红色，彩度用的比原本的百式高一些，让它在这个小比例的模型上，它的红色看起来会比较跳一些。那像这个机体比较小啊，我们尤其是要在这个小零件上面做高光的话，这种时候大家就比较适合用0.2的喷笔。那我们调整一下气压跟浓度，其实在这个小区位的颜色的比例抓得好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做出一些高光的效果。剩下有一些像是手脚，它有连接金色跟骨架的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金色用喷涂之外，剩下的细节就是用笔涂来处理。那比较小的部分，我们就用比较细的面相笔。我们在这个笔涂比较小的零件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用放大镜来做辅助。小腿喷射口的这个红色，因为它的这个颜色的界限，它没有做这个刻线之类的。那我们如果要用遮盖做分色的话，会比较不方便。然后为了保持这个红色跟其他部位的红色的色调比较相近，所以虽然其他红色的地方我用的是硝基漆，那小腿这边的红色的话，我用的是水性漆。喷完之后，多出去的部分把它擦掉。啊，你肩膀那个白，那个是什么水贴啊？手写的，导细的面相笔啊。然后这边我是用珐琅漆写的。你如果不小心写的太粗了，还可以试着用擦拭棒把边缘稍微擦一下，或者是直接拿镊子或牙签尖的地方轻轻的把它刮一下。也写的不好的话，其实可以靠这些方法去修饰一下它的那个笔画的外形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到这个地台的部分。那地台的话，我们也是跟整个系列一样，都是用木头的底座，然后搭配蚀刻片的底板，因为它上面细节设计的真的是蛮漂亮、蛮丰富的。那我们再把它做一些不同色系的分色，让它看起来的细节会更漂亮。那这个木头底座的话，大家看到上面这个木纹啊，这次我是选择用喷的。那喷了之后再打磨，就可以磨出它的上面这个木纹，会有这样子的质感出来。那这一次其实也是我自己第一次把这个 Artifact 整台做这种细部的加工上色，这样子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，就小小的做起来蛮好玩的。我们这个百式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。那这一次这个第5弹的这个系列啊，也还有之前大家很熟悉的嘉宏正在帮我们制作ZZ Gundam，大家可以期待他的作品，想必也是非常的精彩。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。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MAD 旗舰品牌 MR.PRO 终于推出最高规格的0.2喷笔 Hex。此款喷笔具有以下特色：一双空气压缩舱设计，两段式的空气压缩动力，使漆料达到极致柔和的雾化效果。2. 喷嘴与喷针加工的精进，喷嘴与喷针结构的配合，加工上的工艺与精准度，将决定这把喷笔能不能喷出极细的线。3. 兼顾外形美学与实用性，整把喷笔以6角为主要设计元素，包含用6角衔接压缩舱，标配6角微调压阀，独有的6角开孔，甚至是握感极佳的6角尾杆，以及最关键的6角扳机。4. 追加指靠标配。指靠能够提升喷漆时的舒适度，并且突破传统喷笔造型限制，可由玩家选择是否搭配使用。5. 底尾杆追加巧思，我们将救援棒直接结合在喷笔尾端，可以让各位安全稳固、快速的拆除喷嘴，进行清洗保养。6. 完美喷出细线柔和雾化渐层效果，高强度的压缩气流可以使漆料雾化的更完全。除了能够喷出细腻的细线，追求细部表现，也可以让各位轻松地做出抑制阴影、工整的平喷，甚至还能透过堆叠3到5层的渐变色，做出非常柔顺的渐层喷涂。现在原定价4250元，最终售价会调整到3780元，而现在首播预购现在只要3350元，仅此一波，要买要快哦！